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被禁止的历史。柏拉图曾经描绘过一个壮丽雄伟的城市，名叫亚特兰蒂斯。这个故事呢，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传奇吗？据说亚特兰蒂斯呢，是一个远比现在地球文明要强大许多的高级文明。它的科技程度呢，真如我们现在的某些科幻电影里所看到的那样强悍吗？而亚特兰蒂斯消失之后，为什么很少有人谈论呢？原来呢，它是一段被禁止的历史。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被禁止的历史。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一提到亚特兰蒂斯呢，大家眼前就会勾勒出一个神秘辉煌的古代文明，而这一神秘文明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却几乎销声匿迹。据说在当时呢，亚特兰蒂斯存在于一个叫奥西里斯的大陆之上，这个大陆呢被一种奇异而又强大的海洋力量所包围着，因此呢，人们一直都认为呢，这个大陆是从宇宙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运动着的。作为现在仅存的描绘了亚特兰蒂斯的古籍呢，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绘是研究寻找这个失落文明的重要依据。在克里西亚斯中呢，柏拉图大谈亚特兰蒂斯和雅典的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的情况。根据罗马历史学家马塞里努斯的记载呢，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写到过某次的地质灾难，突然呢，一阵剧烈的抖动呢，大地就张开了巨口，一口吞下了地球的一个部分，就在大西洋。而欧洲的海岸线上呢，一个大岛就被吞了下去。在古典的文明崩溃之后呢，他们拥有的原始资料遗失毁坏了。不过留下的残片呢，足以让我们认为柏拉图确实可信。塞斯呢是埃及最古老的定居地，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呢，是埃及王朝刚开始的时候。塞斯呢是尼罗河下游统一后的第一个首都。后来呢，埃及统一后的第一任国王赫尔阿哈法老呢，在塞斯就建造了尼斯神庙，其中就保存了他和亚特兰蒂斯的古碑文。那这座城市呢，在亚特兰蒂斯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尼斯呢是埃及的前王朝时期的古老神，在神史和人史中呢，他一直作为守护者出现。克里特的大地母神和希腊的雅典娜呢，都是他的化身。在老王朝的时代结束之后呢，尼斯就被世人遗忘了。但是在第26王朝的赛特时期呢，他再次广为人知。那个时候呢，修建了他的神庙，那些最古老的记录呢，在他的神庙中都保存了下来。这正是梭伦拜访埃及的那个时代。梭伦呢是希腊7贤之一，他发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定制了法典，成为了古典文明的政治基石。他还是雅典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在公元前6世纪的晚期呢，这位杰出的智者呢就拜访了塞斯的尼斯神庙，他就看到了神庙专用的柱子上居然刻着象形文字，其中就保存了亚特兰蒂斯的历史。而当时呢，最高的祭司松切斯呢就将这段历史翻译给了梭伦听。回到了希腊之后呢，梭伦就开始着手写亚特兰蒂斯的史诗了，希望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呢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嘛。但直到公元前560年呢，他死去之前梭伦都被他发起的政治改革问题所困扰，因而没能完成这部史诗。在150多年之后呢，这本未完成的手稿就流传到了柏拉图的手里，而柏拉图呢，据此就写了2篇对话，也就是地迈欧篇和克里西亚斯。那作为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呢，梭伦对亚特兰蒂斯的记录无疑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嘛。但是无论是他呢，还是柏拉图他们都不是唯一相信这个故事真实性的人。米蒂伦纳呢是另外一位希腊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了这些前古典时代的资料之后他就说呢，根据这个传说的可靠来源呢，亚特兰蒂斯确实曾经被可怕的海神毁灭，他罪恶的人民呢，最后都长眠在了波涛之下。而亚特兰蒂斯覆灭前的辉煌呢，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埃德加·凯西曾经也说过亚特兰蒂斯的居民呢，能够操作飞行器与潜水艇，他们掌握先进的技术远远超越了20世纪所企及的水准。而凯西呢，具体又提到了亚特兰蒂斯人呢，善于远距离成像，善于呢隔墙视物。他还详细描绘了亚特兰蒂斯的电气刀。他说这种刀可以运用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无血外科手术。而刀的形态呢，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能量，它能够在身体中凝结这样呢就能够进入或者是切开大动脉或者是血管。而凯西呢还谈到，从地球深处带出来的死亡射线呢，它被当作供给的来源，这个东西呢也能够毁掉许多土地。这种死亡射线呢，也许就是今天的激光了。因为凯西在1933年就说他在将近25年的时间被发现，他就提到了电气的应用。
而那些人啊，用电器建造建筑物的外表的精美，而内里呢却是邪恶的殿堂。亚特兰蒂斯人呢善于掌控电刀，特别是将之运作于金属。他们不仅能够用电力发现金属矿产，还能用电力呢来提炼金属。他们会在实验中运用各种各样的电力，观察它们的传输形态以及变形。有一个有趣的证据能够表明呢，古代人其实是了解电的，还能够用电来炼金。在1938年呢，德国的考古学家威廉·克尼西博士呢，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国立博物馆里就注意到一组有2000年历史的土罐呢，竟与干蓄电池惊人的相似。于是他就观察到它们有很多特殊的内部细节，每一个罐子呢都有一根铜柱，底部呢盖着圆盘，并封之以柏油。实验就表明呢，将一支铁条呢插在铜管中里面就充满了柠檬酸，就能够产生1.5到2.75伏的电压，足以给物体镀金了。这就说明古代的工匠呢，可能早就会用电力加工金属了。那些罐子呢，如今被统称为巴格达电池。毫无疑问呢，它绝非是同类物品中的首创这个设备的表明呢，在它之前呢，还存在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科技，也许呢，比它的出现还要早数千年之久，而且呢，可能还包含更为惊人的电气工程技术。按照凯西的说法呢，亚特兰蒂斯人没有把他们的电力应用在冶金术上，他们的科技呢已经非常的先进了。他们使用声波用光来做通讯工具，建筑物里呢运转着由压缩空气和蒸汽控制的升降机以及联动管道。所以亚特兰蒂斯的科技还延伸到了航空学的领域，他们用橡皮制成的飞行器呢做成容器的样子，里面的气体呢可以起到上升和推进的作用，而飞行器呢能够到达大洲的各个角落，甚至呢可以到达异国他乡。它们不仅能够穿越所谓的大气或者是更重的物质，而且还能够潜入水下。而人工操纵的飞行器呢，几乎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象征。有些关于古代航空术的奇谈怪论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呢，已经获得证实的最早的航空旅行发生呢，是在公元前5世纪。在柏拉图出现之前呢，当时的希腊科学家阿契塔发明了皮质的风筝，它大到足以负载一个小男孩了。希腊军队呢用它进行过空中的巡逻，这是已知的最早的实例。更令人惊讶的是，在19世纪末那是1898年，撒哈拉附近的埃及人的墓穴中就出土了一个模型，它被存放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中，归类为鸟。但这只鸟呢，不仅有着笔直的双翼而且有着垂直的尾翼，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飞机的模型。它是由木头制成的，骨端和翼尖呢形状都符合空气动力学。专家测试了这个模型就发现它的飞行性能还良好。而埃及挖掘出的类似于飞行模型呢，共有14个。有趣的是，出土撒哈拉模型的考古区域呢，属于最古老的王朝，而这一片区域呢，位于法老时期文明的源头。这就说明飞行器不是后世发明的而是属于尼罗河谷的早期文明。而埃及人不合常规的工艺品呢，也许确实是模型，他们是在模仿亚特兰蒂斯祖先的先进飞行器嘛。这种知识呢，可能是更早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唯一的遗产。那些原理呢，被用于更严谨的目的。除此之外呢，其他很多的古印度的文献呢，也提到了飞行器，其技术性细节描述呢，令人惊异。而每一部史诗呢，都讲到了一个更古老的时代，那是在亚特兰蒂斯战火蔓延、洪水滔天的最后年月。古代的飞行术呢，已经让我们非常的吃惊了，但与更伟大的科技成就相比呢，它就黯然失色了。埃德加·凯西就说呢，亚特兰蒂斯的科学成就呢，已经达到了成功的裂变了原子能，制造出了强大的能量呢，用于交通运输、旅行，用来举起重物或者是改变大自然的面貌。他还说亚特兰蒂斯人发明了炸药。凯西解释说呢，亚特兰蒂斯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先进的社会呢，是因为最终的大灾难来临之前呢，他们的文明发展呢一直延绵不绝，在许多个世纪内呢，他们的科学技术呢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为其文明演进呢增光添彩。而这种古代科技的基础呢，是对晶体能源了解的和应用。通过使晶体能源呢、自然驱动能力呢，以及某种方式直接为人类提供需求，所以空中运输以及海底运输就可以实现。而远距离通讯呢，将亚特兰蒂斯的世界全部都连在了一起。无论是超自然性的传说呢，还是普及世界的神话，他们都几乎同样的表示呢，亚特兰蒂斯的尖端科技最终导致了它的毁灭。凯西就说呢，石英晶体技术制造的物质奇观呢，让亚特兰蒂斯人欣喜若狂，生产出来的财富与奢侈品呢，让他们产生了无尽的欲望。
为了挖掘更多的矿物能源呢，他们让能量晶体的光速呢进入了地球的深处开采。矿石呢从地下喷涌而出啊，巨量的高级铜矿刺激了前古典时代的青铜武器的制造业，而黄金多的能够覆盖亚特兰蒂斯的城墙。也许呢，亚特兰蒂斯人在采矿业上呢过于雄心勃勃了，挖掘得太深入了，进入了处于活跃期的中部的大西洋的海极，这是他们的财富之基啊。他们将我们充满生机的地球呢看作了取之不尽的矿石源泉，于是呢，他们的贪婪就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地质灾难。但是他们对此呢，当时却视而不见。他们与我们的时代呢，就像是两条平行线，二者呢像得令人难以置信。就这样呢，亚特兰蒂斯人沉醉于毫无自制的物质至上的狂欢，在某个不可思议的节点呢，长期遭受了磨难的大自然就进行了反抗。他的忍耐呢超过了限度，使用可怕的处罚呢严惩了他的罪恶的子孙。在剧烈的火山喷发中呢，他的地狱之火吞没了富饶的亚特兰蒂斯，毁灭了整个岛屿。崩塌燃烧的城市以及尖叫的居民呢沉入了海底，最后呢成为了神话。而伟大可怕的晶体呢，使亚特兰蒂斯呢成为了空前繁荣的源泉，也成为了导致他们厄运的重要因素。亚特兰蒂斯呢在公元前7227年沉没之前，它的早期居民呢已经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种族。除了发达的科技之外呢，他们通过心灵感应用图像而不是用语言和神灵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根据斯坦纳所说呢，德国神话与亚特兰蒂斯传说的关系匪浅，其中所说的火焰之地呢，正好与亚特兰蒂斯南部的火山地带对应，而酷寒的死人国呢，则和亚特兰蒂斯一样位置在北方。斯坦纳指出呢，亚特兰蒂斯人创造了善良邪恶的一组概念，为伦理系统呢和法律系统完善打好了基础。他们的领袖呢，通过控制生命能量呢，发展灵能，能够熟练地掌握自然的力量。而亚特兰蒂斯呢，是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是人类在相互联系和个人体验之间的权衡抉择的转折点。前者呢，越来越重视唯物主义，而使得后者对于精神的需要呢，越来越被忽视了。最终呢，这种失衡的状态在亚特兰蒂斯灾难之中达到了顶点。根据凯西的说法呢，此超文明呢是位于公元前1.2万年突然之间沉入了海底，是因为以磁欧石为中心的能源系统突然发生了爆炸，使得地球的地基动摇了，导致了大陆的沉没。幸存下来的人呢迁移至其他地方，而亚特兰蒂斯人就此消失。而且这个沉没的大陆呢，仍然承担着不可思议的命运。凯西还在他的催眠透视中就做了预言，他说亚特兰蒂斯被水淹没的地域呢，是在佛罗里达的外海比米尼岛附近，人们将会很快在下个世代沉积的泥沙下发现寺院。在北大西洋的比米尼岛的附近呢，将重新浮现出亚特兰蒂斯，它的一部分呢会在1968年到1969年之间被发现。而凯西说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是在1940年，当时自然是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嘛。结果到了1968年呢，人们真的在比米尼岛附近的海底就发现了2座石造的建筑，当今呢被称为比米尼大墙的这个海下遗迹接着呢，在1969年的7月呢，又在北比米尼就发现了古代希腊样式的装饰用的大理石圆柱。自此以后呢，海底部分开始隆起，而凯西的预言呢，似乎实现了。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亚特兰蒂斯覆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弗列姆亚斯夫妇就给出了第一个真实的回答。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呢，弗列姆亚斯就阅读了所有他能够找到关于亚特兰蒂斯的资料。他有一个吃惊的发现，他找到了2张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地图，在这2张地图之间呢，有着不容忽视的相似性。一张地图呢是1665年的，来自于耶稣会的学者亚他纳修·基歇尔的，他的这张地图呢只是复制品。他说源头非常的古老，而在这张地图上呢，亚特兰蒂斯看上去在大西洋的北部，但是奇怪的是呢，制图人将北部放在下面，也就是说，很明显这张地图是倾倒的。而另一张地图呢是1513年比里日的地图，同样呢是从更古老的地方复制而来。据这张地图显示呢，这个冰河时期的文明呢拥有着高度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能够将亚特兰蒂斯的海岸线画得非常精准。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被埋在了冰冠之下数千年了。对弗列姆亚斯来说呢，非常的明显，这2张地图都同样指向了同一块大陆。很快呢，在对照了美国海军的地图之后呢，他就开始从一个新的方向去理解柏拉图的故事。从南极点看起来呢，所有的大洋都是一个大洋的一部分，
或者说像柏拉图所说的真实的海洋。而在大洋之外呢，是一整块对着的大陆，位于大洋的正中，在世界的肚脐之上。这正是南极洲的写照嘛。突然之间呢，弗列姆亚斯就理解了基希尔的地图，将北方移到了上面。那么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也就在左边了，南美洲的尖端呢正好在右边。弗列姆亚斯很快就意识到大西洋这个概念呢，在柏拉图的时代是不同的意思。对于古人来说呢，它包含了所有的大洋。在柏拉图的描述中呢，这一整块对着大陆围绕着的真实的海洋呢，事实上这块大陆就是由南美洲、北美洲、非洲以及欧洲和亚洲来共同组成的。从亚特兰蒂斯所处的位置看过去呢，这几个大洲当时是连在一起的，看上去呢就像是一块大陆。事实上呢，从地理学上来讲，这5块大陆确实也曾经连在过一起。而弗列姆亚斯呢，用自己的话术就重新讲述了柏拉图的说法。他说，在很久以前呢，有海员横渡了直布罗陀海峡外的世界之洋。这些海员呢，来自一个很大的岛，而这个岛呢，比美洲和中东加起来还要大。在离开南极洲之后呢，你就会到达南极洲群岛，之后呢，你就可以到达那些环绕着世界之洋的世界大陆了。在地中海之外呢，是一片世界之洋，它被一整块大陆围绕着。对弗列姆亚斯来说呢，以南极洲为原点看世界呢，与亚特兰蒂斯为原点看出去的世界是非常相似的。而南极洲也许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呢。尽管如此呢，这个推测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没有解决那就是亚特兰蒂斯是如何成为南极洲的呢？而南极洲上覆盖着数千英尺厚的冰层设想它上面曾经有人类居住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上面还发展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呢？弗列姆亚斯就认为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确切的回答了。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呢，曾经就出过一本杂志，名叫《耶鲁科学期刊》。在这本杂志上呢，哈基古德教授就提出了地壳位移的理论。整个地球外壳呢会周期性的改变位置，并带来剧烈的气候变化，但地球上的气候带不会变，因为太阳仍在天空的同一个位置散发出光和热嘛。但是随着地球外壳的变化呢，这些气候带的位置却变了。从地球居民的角度看呢，看上去呢就像天空陷落了。事实上，这只是地球外壳移到了其他的位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地方移到了热带，有的地方移到了极地。当然了，有的地带呢，在经纬度上没有太大的变动。理论认为呢，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具体来说应该是41000年左右，各种压力因素才会突破临界点，造成剧烈的位移。这种位移的结果就是巨大的灾难了，到处都是大型的地震，巨浪袭击了大陆架。当极地的冰冠融化时呢，海平面就会上高，所有人都会逃向更高的地方，以防止被卷入海底。据研究者的报告呢，这次灾难来得很突然幸存的人们呢，到处寻找洞穴或者是高山避难。关于他们情况的记录呢，是保存在了成百上千的大洪水神话或者是火灾神话之中。这些故事呢，每一个文明的传统里面都有。后来呢，迈阿密大学的一位地质学家西泽尔·伊米利安尼博士呢，就向人们展示了他在墨西哥海湾工作多年所收集到的矿石样本。他充分证实了在公元前9000多年呢，确实发生了一次滔天的洪水，正如柏拉图所记载的一样，他们都在那个时间一起沉入了海底。这些远古时代被人们遗忘的科技或者是文明正在被现代人一点一点的回忆起来。早晚呢，这些遗迹终究会解开那些跨越了1000年的秘密。那么好了，故事呢，与各位就讲完了。